我不喜欢它，但我现在主要用它，所以你想先听缺点还是优点？不然我先讲传言好了。之前 Log Max 2公开的时候，最多人起疑的点就是监听麦克风等于没监听，就是大家觉得监听的对象是接收器的话，接收器其实是传讯号到相机嘛，它传到相机的过程，如果线断掉、裂掉坏掉，然后你没注意到，那你素材的声音还是破的，你监听等于没听，这样谁要买啊？告诉你。它可以，它监听的对象可以是相机，这超猛。新手可能听不太懂，我讲简单点，反正就是说大家担心蓝牙耳机听到那个声音是 OK 的，但是素材放到电脑，素材不 OK， 因为你听到的声音是它的声音，而不是相机本身的声音。但其实这个耳机可以听到相机录到的声音，哇，怎么做到的？但它逻辑其实超简单，就是在接收器上面多插一条线到相机的耳机口，这样你就可以从相机送声音回无线耳机了。超聪明，谣言破除，非常厉害啊！聪明的你应该也注意到，我稍微不喜欢它的那个点了，就是还是有线的，它其实有线啊，虽然短短的不会影响你走动，也不会干涉你离相机很远，但它其实算半无线吧。你又会冒出个真无线吗？监听超重要，不管你拍的是访谈、证婚、短剧，只要你断讯、被干扰、破音，都是直接影响到最终结果的严重问题。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的时候，你看大家哭得痛哭流涕，结果回去听声音变成是你给我吗？所以什么人适合买？如果你是藏镜人或帮别人摄影的人，而且有拍完回去才发现素材的音轨烂掉的经验，那我就超推荐 Log Max 2。耳机戴起来超级舒服无感的，而且不会遮蔽掉现场环境的声音，然后点两下就可以静音，点两下就可以听到声音。像我自己有在拍短影音嘛，通常会是 Yuki 在长镜。那不论我是使用 Pocket 3还是相机，现在我们都改用 Log Max 2在作为收音的主力了。他本人是说 3.5mm 的耳机线很影响他拿相机的那个感觉，就是会一直被线勾到，不太舒服。那不舒服的程度呢，是让他愿意在 Pocket 3上面多插一个接收器，放弃 Osmo 系统的直连便利性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蛮有参考价值的，而且事实上 Pocket 3本来也没有 3.5mm 的孔，插上了 Log Max 2，你就是可以实现监听的，这样很不错。可是非常在意底噪的人不适合，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耳机，就是你会听得到助理在叫你，客户在烦你，你分辨不出来现在冷气到底是吵还不吵，隔壁施工那个飞机飞过去到底有没有收进去，我不知道。这个监听不是让你听清楚细节的，而是让你检查相机有没有被干扰，有没有破掉，是不是静音或者是关机的，它是盯防用的，你必须先认清这件事情。第二种推荐的是常常在自拍的自媒体创作者，例如我现在正在自拍，那对我来说底噪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不被干扰的影响比较大。以前我只能拍回去之后才看着素材说，哇，我的素材怎么会这么烂？怎么会一直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啊？整个就要重拍，一旦没有抗击了。但现在我可以及时间听到我的收音有没有被狂风吹到破掉，有没有怪阿北在旁边咳嗽跳岛操，这个进化对我而言就非常的棒。如果你的需求跟我一样的话，也很适合买 Log Max 2。还有一种特殊需求是4发1收，虽然我没有办法帮你测这个功能，我只有2个发射器，但如果你需要的话，其实你可以买4颗发射器的版本。路径机声的时候，可能顶多能分成左右声道吧，我没有实际去测过。但透过内路拿到的音轨，一定是4个独立的音轨，而且它的时间码功能很完整，你可以修改 3.5mm 跟 USB-C 孔分别要输出什么讯号，也可以直接对手机的时间自动计算时间码。用得到时间码的话，我就会推荐这一组。我的观众不是只有摄影师，所以如果你听不懂，你就当成你买这个可以在一台相机上面收到4个人的声音耶！哇，好棒啊！还是提醒一下，4发1收的时候就不能用无线耳机监听了，只能插有线耳机。需要4个收音的人需要自己再注意一下。它还有一个优势我没有讲到，就是接收器真的非常的轻，感觉比其他品牌的入门麦克风都还要轻。它夹在衣领会很无感，不太会有垂坠感。这个会加大我使用单发射器收音的意愿，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拿出发射器就来使用，那这款扳扣更紧的夹子搭配它更轻的重量，会让你在把它夹在衣领的时候轻便很多。那谁不适合呢？你用不到无线监听的话，你都可以考虑其他的麦克风。
不光是只考虑其他的品牌，也可以考虑买他们上一代的 Lock Max 或是 N2S， 或是它新出的 A1 多巴胺，国际版好像还没上市吧。那 Max 2很精准，是对着无线监听的需求。虽然你不连蓝牙耳机也可以使用，它的价格也非常有竞争力，但我还是会建议你将要不要用到无线监听预设为你要不要买它的主要参考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用很大的篇幅去讲它的缺点。Holy Land，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们家的无线对讲系统，还有图传麦克风，我也很喜欢啊。这组麦克风我现在也用得很开心，希望他们不会因此把我列入黑名单。我尽量不要抱怨。开始。先讲让我最不喜欢的部分，就是在专业的工作组装太复杂了。我刚刚讲了，你要实现无线监听要插线嘛，但其实整个完整的流程我示范一次给你看。一开始先拿接收器去插热缺，插掉3.5mm的耳机孔，不要插到麦克风孔哦。然后再拿发射器，夹到你的身上，然后再来就是打开你的无线耳机。打开来的时候还要这样子，对折一下，这边也是一样。打开对折一下，好，我大概搞了30秒到1分钟，就为了实现无线监听。等等，你还要花一样的时间再把它收回去，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有这么讨厌那条耳机线吗？我是猫吗？我是。好了，如果你跟我一样，为了无线监听这么复杂的流程，我接受，我忍。那接下来就是你忍不了的部分哦。它的夹子我觉得要给满分，我超级喜欢这个夹子，这个可以搬开又夹紧的结构才叫夹子啊，这才是夹子，其他品牌学一下好不好？接着你会发现它的夹子没有磁力，所以如果你想用磁铁的话，你需要帮它套上磁铁套啊。套上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放不进充电盒了。然后你在户外风很大的时候，可能会想要用兔毛，当你兔毛插上去，拍很开心，拍完了要收起来，你又会发现你又放不进充电盒了。我只是想把兔毛跟磁铁放进去。好了，这个设计其实大家都一样烂，每个品牌都这样，所以不是只有它啊。如果你不用兔毛、磁铁，只用夹子跟耳机的话 ，Lock Max 2应该就是唯一的选择了。但如果你需求再稍微进阶一点点，你要插领夹麦克风 ，Lock Max 2有送，它直接送你，这很棒。只是它居然要多插一个3.5mm 的转接头。我能理解啦，这样3.5mm 就更泛用，你可以直接拿去插别的东西。能理解不表示接受，我好像希望它发射器可以同时有 Type C 跟3.5mm。我在用 DJI Mic 2的时候，意外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录影的时间可能比我预期的还要长啊，发射器就会没电，这时候你就可以用 Type C 插着行动电源延长使用时间。当然，这必须把行动电源放在那个受访者身上啦，有点烦。但在 Lock Max 2搭配领夹麦克风的时候，它就是没有孔可以进电，所以它完全不能这样子做，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吧。超长时间录影属于我个人的需求，不是大家都会遇到，所以你们参考就好。那如果我刚刚讲的磁铁、兔毛、领夹麦克风你其实都不用，那你干嘛要买这个？你干嘛要买这个啊？你买 Lock N2S 啊？为了监听啊，为了监听就合理了，所以我前面才说，你应该把你用不用得到无线监听作为你购买最主要的参考依据。你要无线监听吗？那你只能用这组了，它目前没有对手。Lock Max 2继承它以往那种大全配的设计，就是你买回家里面就有手机用的 Type C 接收器、蓝牙耳机、磁铁、兔毛、3.5mm 麦克风、3.5mm 转接器，全部都有。你不用去花时间研究或者搜刮，你到底还缺什么配件。除了热血转接件啊，这个要另外买。那大全配在以前我一定是给满分的，但在自媒体时代就变得有点烦。但我觉得烦的原因还是出在我不能把它收纳进充电盒，变成我每次都要花时间装上去又要拆下来，稍微有点尴尬。我想要更细节的监听，我会插有线的监听耳机。我不需要监听，我其实可以选便宜的其他麦克风，它变成我需要监听，但又不是需要那么细节监听的中间选项了。
所以它最适合的族群应该是偏网络媒体或是自媒体，尤其是有在接工商的自媒体。你们去探店、逛展或者是访问的时候，声音没收好是要对客户负责的。这样的话，把 Lock Max 2和它的无线监听耳机融合进你的工作流，会让帮你拍摄的摄影师轻松很多。我觉得这个耳机有很多的可取之处啦，很可取，就很可以轻松取出来。烂笑话，它结构有点特殊，后半截是夹子，所以双手佩戴会比较好戴一点点。一开始会有点难懂，但你习惯之后，其实你会喜欢这个设计，因为它这样子很不容易掉，可以直接 rock and roll。相机开机，听到声音就进入工作。那相机没电，我也会注意到，我耳机听不到声音了，我要去检查相机。像我在拍线上课的影片，时间较长的 podcast 或人物访谈，无线监听的使用体验就真的很不错。以前我会被绑在相机那边，像个丧尸一样，但我现在就是可以带着，然后走来走去，去指导演员啊，要干嘛都可以，在旁边偷喝饮料也可以。代价是你回家要充电2个设备，这我觉得合理啊。接收器操作的部分 ，HoloLens Lock Max 2多了一个回退键，史诗级变革啊！哇，这操作手感比其他纯触控的麦克风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个返回键，有返回键就是赞。但它的功能也多到有点不直觉，就是有些地方我不看说明书，甚至会搞不懂它在讲什么。是有很多比其他品牌更亮眼的功能啊，例如手机扩音，就是有些手机插上麦克风的时候，它会脑袋打结，不是你脑袋打结，是它脑袋打结，它会无法辨识说我现在被插的东西是麦克风还是喇叭，有个笨。不是会有很多人在网络上说，我手机插了麦克风，播放素材的时候却听不到声音了，怎么办？就是这个原因，就不支援手机扩音，而 Lock Max 2可以支援，所以手机用户就会很适合这个麦克风。32bit 全链录音也蛮强的，虽然我目前用不到，就是如果你的相机有支援32bit 的音轨压缩到影片里面，你就不需要另外再对轨了。只是你的相机不一定有支援，像 Android 常常就是只支援到24bit 音轨，目前能用的好像只有最新的苹果手机、iPad 之类的设备，但至少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展望未来的感觉。内录还是可以用32bit 啦。麦克风争议有2个设置，一个是设置分贝数，另一个是设置为动态，就是它会自动防爆音。灵敏度的话有低、中、高，就是底噪忽大忽小的会多明显。我自己是比较常用动态低，比较让我惊艳的是降噪，它是直接让你选择降噪的程度要多少分贝的。可自定义的程度很高，还能自定 EQ。通常我就是开着人声增强啦，毕竟大家用这个麦克风应该都是为了访谈节目之类的收音嘛。听到这边，你是不是开始恍神了？我好像讲了很多，到底在攻啥小？就我想问你们到底是希望麦克风更笨一点，不要给我那么多选项，通通帮我设定好，还是它更聪明一点，什么细节都可以让你改？我好像倾向更笨的那一派。就是像 Max 2有一个音量调节是直接转滚轮，是改左右声道的音量，点进选单又可以针对麦克风1或是麦克风2调整音量，这还不包括监听的音量哦。我是被搞到有点混乱了。最后说一下音质，今天整个影片我都是用原厂的单发射器开启降噪，降噪设在25分贝，麦克风增益-6分贝，在这个模式下收到的声音，发射器夹在这里，看得动哦，我听到摩擦嘞，就监听的好处就这样，就可以直接听到有没有摩擦。你们可以听一下这个音质相比过去的内容怎么样？我是觉得中高频听起来比其他的品牌还要更多一点。我好像更喜欢这种声音被完整保留的感觉，所以我暂时可能还是会用这个麦克风为主。只是在网络创作泛滥的时代里面，除非你是要做 podcast， 不然在音质方面，我觉得渐渐变成有点不是这么重要的差异点了。所以我不会特地做各品牌的比较，太长了。我还是会更推荐你去在意哪个麦克风的使用体验是你更喜欢的。你更喜欢 DJI 生态的蓝牙相容性，就是它 DJI 所有的相机都可以直连，还是 RAW 的专业的多样性，还是 HoloLens 创新的无线监听？你更喜欢哪一个特色，你就去买哪一个。大概是这样，希望有让你清楚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跟上这一波的升级。还有疑问的话，可以再留言给我。我是詹斌，冰岛来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官方跟我说这个耳机可以拿来当一般的蓝牙耳机用，三小，有必要吗？但我太好奇了，所以我试一下。有连到。好，我放个音乐。什么？开放这个功能要干嘛？
听起来是蛮不错的啊。可是，好啦，期货开放式耳机，不是啊，太奇怪了吧？你们觉得这个是有加分还是用不到？我好像偏用不到，但有趣，就这样，拜。